然后两边水势呢高差较大，目前啊这个洪水的势头很大，源源不断地涌入围内。对面的挖机准备要坠到江里了，然后呢现场呢对面呢原来有解放军，刚才呢由这个消防和蓝天救援呢已经转移，前方有一台救援挖机被冲走。应该只有50米远的位置就是那个决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决口里边的这个。河水正在汹涌地向围区内涌入，它的这个冲力有多大？我们把镜头缓缓地往右摇，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河水冲出的这个浪花呀，差不多可以绵延到200-300米之外。那我们远处可以看到的有一些电线杆，现在已经完全被冲歪了。那现在这个河水正在非常汹涌地通过这个决口，还在向这涌进。我们来到今天早上发生决口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内外差呢大概有3米左右。现在啊，整个这个围区里的水呢，积水呢应该上涨了至少有1米以上。所以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河流和围内的这个落差大概还有1-2米的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水流是非常的汹涌。那同时呢，我们还请大家看一个细节。那我们的镜头慢慢往右摇，在这个树的右边，大家能仔细看。如果我们把镜头推进，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激流中有一个挖掘机的上部的这个挖爪的部分。如果我们推得够近，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今天早上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一处决口呢，当时发生了险情，险情非常的危险。现场的这个当时是一共有7台作业的挖掘机，当时呢，因为这个决口。在洪水的冲击之下，不断的扩大，先后有5台挖掘机都掉入到了这个洪水当中，被洪水冲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挖掘机是在我们的这个抢险的围堤上，现在的那台挖掘机距离围堤的这个距离至少有2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洪水这样一个有几十吨重的一个大型的挖掘机被洪水已经冲到了200米开外的位置。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现场，现在的洪水呢在不断的向所在的围区进行涌入哈。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现在在我的这个旁边，我们看到离得最近的这个小的民房，房顶已经快看不到了。我们镜头再慢慢的往左摇，那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么现在离我们最近的这栋2层的楼房，它现在1楼的门已经看不到了，意味着它那里的积水呢，现在至少有3米左右。那也就意味着现在整个我们了解到这个10大围里边一共是有7个村庄。那平常呢，在这里边生活的是有1.2万的常住人口。那么整个现在这个发生决口之后呢，意味着这7个村庄很快的都将会被洪水所淹没。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好在当地提前进行了群众的转移，大概是从前天开始就已经对这里边的群众啊进行了不断的转移，但是目前还不能保证这个里边还有群众还没有转移出来。所以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哈，这个在我们的左手边，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已经看到有消防的船只就在这片区域，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待会儿呢继续进入这个村庄被淹的村庄来进行人员的搜救和转移的工作。我们也了解一下目前整个的这个。现在现场呢，第一批已经从各地调集来了差不多有80艘的船只，正在向这里集结，包含了像消防部队、包括武警的各方面的力量。那我们现在就现场看到的情况来看，应该说这个决口还在不断的扩大。这个决口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长度呢，大概是50米左右，比今天早上这个8点多的时候呢，大概已经扩大了30米，而且目前照这个趋势，应该还可能会不断的扩大。那现在我们把镜头往右边摇，我们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这边被淹的村庄的上空，有一架警用的直升机正在盘旋。那我们了解到，合肥市公安局的特警，也是在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呢，第一时间调来了2架的警用直升机，在被淹的围区内进行反复的巡逻，来发现这个被困人员，及时的进行群众的转移。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工作，就是来进行这个围内的这个整个的灾情的一个勘探的工作。那我们了解到，这一次的10大围的破围呢，影响的不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离我们很近的这个叫联合村，那它除了是
同大镇下面的7个村庄之外，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破围还会使得这个积水不断的蔓延，有可能会有周边的包括郭河镇，还有一个台湾创业产业园。都可能会受到这次洪水的影响。那所以相关的这个灾情的信息有关部门还在进行积极的统计。那我们也了解到，因为这个现场的形势非常的紧急，那相关方面呢也在紧急的调用各方面的力量来这里参与抢险救援，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受困群众从洪水中解救出来。我们目前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会在现场驻守，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播。